哎 ，Rich， 上半年我们看中的股票都涨了很多啊！我看好的 Nvidia 现在已经涨到了1200多了，要拆股了。你的那个 SMCI、VRT 和 MU 都涨了不少啊！各位网友，如果你有跟踪我们的话，上半年应该也有不错的回报了。但是下半年美股应该怎么投资呢？我们刚才为了大家有了一个非常激烈的讨论。而且我跟 Rich 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的讨论差点吵起来，所以今天麻烦大家留到最后，仔细的听我和 Rich 的不同的观点。到底 Rich 一会儿会说的几个板块会不会涨很多呢？还是我看到一些值得担忧的数据，最终会不会触发美股有一个大的调整，甚至是一个股灾呢？那下半年当然还是会继续涨啊，就像黄仁勋所说到的一样，现在 AI 的时代才刚刚开始。那 Nvidia 作为 AI 界里面的卖场人，它当然是最吃香的啦。它是拥有非常强劲的基本面和增长，拥有了超过90%的市占率，并且很多的企业也是争先恐后的要抢 Nvidia 的晶片。那由此可见，Nvidia 的增长非常强劲。那再加上我们看到黄仁勋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并且他也是非常有领导的气魄，相信他也是能够带领着英伟达继续向前。而更重要的是，除了黄仁勋的个人魅力之外，再加上他的公司本身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可以讲。那投资者听到这些故事之后，也会把他们的资金继续投放在 Nvidia 里面，然后让 Nvidia 的股价继续往上涨，这些投资者会继续追捧和推高 Nvidia 的股价。那我们看回上一次分拆的时候，在2021年的时候 Nvidia 曾经一拆四，但是呢，它拆了股之后，它股价还是在继续涨的。经过了半年之后，它涨了整整87%，直到美国要加息，而导致了 Nvidia 也有个调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叫你去寻找优秀的10倍股，因为当大势调整完反弹的时候，这些优秀的10倍股是第一个反弹的，甚至会比大势涨得更多。那就算你没有避开那一次的调整，从那一次分拆到现在的股价来看的话， Nvidia 是涨了整整8倍哦。 Rich， 你刚才讲的没错， Nvidia 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也是 AI 这个革命里面的卖铲子的人。但是你知道卖铲子这个词，我在2021年给大家介绍 Nvidia 的时候首先用的，现在越来越多人用这个词了。这个词你知道我是哪里听来的吗？是从哪里啊？其实当年我还在念 MBA 的时候， Cisco 公司来招聘介绍自己，当年的 Cisco 就是互联网基建公司里面卖铲子那一个。当时其实 Cisco 和 Intel 都是非常的牛啊，像现在的 Nvidia 这么牛啊。但是如果你在高位买入 Cisco 的股价的话，到泡沫爆破之后，它的股价是跌了整整的80%多啊。而当时的 Intel 也像现在的 Nvidia 一样，大多数的 PC 当时都有一个噔噔噔噔Intel Insight 这一个 logo， 是每一个像样的个人电脑都要匹配的晶片。在这个 PC 和互联网的革命里面，最受欢迎的这两家公司。而当千禧年科网股爆破的时候， Intel 的股价也跌了超过80%。所以我们看到，就算是 PC 年代和互联网年代里面重中之重最受欢迎的股票，他们一旦到了泡沫爆破的时候，股价也可以跌上80%以上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我们回到90年代，能不能想象这些公司有一天不再是市场的老大啦？我个人是根本想象不到的。但是今天在互联网的硬件里面，甚至是电信设备的硬件里面，华为已经老早超越了 Cisco， 所以今天华为处处被美国针对和打压。如果回到90年代的话，我相信任正非当时还在华强北，真的有可能是在卖铲子啊，讲个笑话。但是当时华为还只是很小的，没有人听过的，起码我没听过的一家公司。中国大陆的企业，他们的竞争能力是非常的强的。除了刚才我们讲过的华为，还有好多其他的公司，像比亚迪、小米等等。我问大家一下，10
10年前，谁能想象要买一辆车子是买国产的大陆的品牌呢？起码我在10年前从来不会考虑，但是我下一台会买电动车，而且很大的可能会是小米或者是比亚迪，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后来居上后起之秀哦。所以我们能不能保证20年之后没有公司可以取代 NVIDIA 呢？特别是现在高端的 NVIDIA 的产品还不能卖给中国，而中国的电动车和手机又是晶片的下游的买家，所以这一定会迫使中国的企业要国产化，要自己研发晶片。我们想象一下30年之后 NVIDIA 是不是 GPU 和 AI 计算的老大哥呢？我不敢保证，觉得买了一只好的股票迟早会涨的，就算有调整也不要怕，这个思想也是很危险的。我们再看回 Cisco 和 Intel 这些曾经非常优秀的 PC 和互联网年代的 Darlings， 如果我们在高位买入了这些股票的话，首先他们的股票是曾经跌了超过80%以上，那就算大家有这个持股的定力，这些股票到24年后的今天，股价还没有回到之前的那一个高位，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千禧年的时候高位买入了这些股票，到现在还是在亏本的。当然 Nasdaq 或者 S&P 已经是超越了当年的高位了，而这些当年的明星股今天的股价还是要比当年要低。你说的那个情况是泡沫爆破的时候，但是现在距离泡沫爆破的时候还差很长一段时间啊。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次 PC 年代的时候，纳斯达克是从87年涨到了千禧年，涨了整整16倍，这个泡沫才爆破。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从93年涨到了2000年，是涨了整整6倍多，最后这个泡沫才爆破了。现在的 AI 时代，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计算的话，只是涨了69%，那这个 AI 时代跟之前的互联网时代还差了很远啊，未来肯定会继续涨上去的。特别是现在的市场还是非常理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Magnificent Seven 跟 S&P 500的对比，没有过度的悲观，或者是没有过度的乐观。除了 Magnificent Seven 之外，其实 S&P 500里面其他很多的股票，它们的 PE 都是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而 Magnificent Seven 为什么它会涨那么多，就是因为它预期的 earnings per share 也是一直往上涨的，所以它贵也是有道理啊。市场呢是非常理性的，应该涨的它就涨，不应该涨的它也不会炒上去。例如也是 Magnificent Seven 当中的 Tesla， 最近它的基本面非常的差劲，所以呢它的股价也并没有涨上去。Rich， 你就是太年轻了。当你像我一样看的风浪多一点的话，看出来就不是这么乐观了。你刚才所讲的听起来不错，这些都是讲故事。每一次市场炒了很高很高的，当时听起来都是好像合理的，这次又不一样了，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当风浪一来的时候，你又会找理由去解释啦。不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长一点的历史里面一些数据和图表。那这一幅图呢，是我们看到最大的公司的市值 market cap 除以从底层开始的75%的股票，它们的倍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领先的这些优秀的股票，它们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要比2020年和2009年都要高许多。就算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dot-com bubble 爆破的时候，我们现在比当时还要高啊，现在要比过去所有的股灾爆破之前还要高。而上个世纪最大的调整 Great Depression 大股灾大萧条，我们现在都已经超越了它了。看完了这幅图，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幅图。这张图所看到的就是 Retail Investors， 也就是散户，他们把资金放在股票里的比例，现在是
非常非常高的，这就代表了小白他们是对股票市场过度的乐观了，把大量的资金放在股票市场里面，而在债券和现金里面是非常非常小的。那除了刚才这2张图之外，我们还要记得现在有4个因素是非常不利股票市场的，在过去几次泡沫爆破之前，这4大因素都没有这么差。首先，现在美国是在高息的年代，降息是一再延迟了，而在过去2年，美联储是加息加了很多，而无风险的国债的收益率现在也维持一个高位。当年的 .com 或者09年，其实我们还看到美联储还在不断的降息，利息整个趋势是越来越低。那当这些债券的收益率提升了之后，市场应该是要用一个更高的折现率来 discount 公司未来的盈利。但我们看到现在股票价格是没有跌下来，也就是说虽然没有跌下来，但是股票市场是太贵了。那第2个因素是美联储现在是在缩表，减少买债，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讲，是把资金从市场里面抽走。从09年到2022年的时候，美联储是大量的量化宽松，把资金打到市场里面。当资金打到市场里面，我们看到美股是涨了好多好多，而这个资金在抽走的时候，美股又没有怎么跌，是不是现在投资者还是过度的乐观呢？而另外还有2大因素是之前没有发生的。第一个，以前是在全球化的蜜月期，中国的大量的生产使到美国的通胀非常的低，美国可以有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越来越恶劣，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是加了很多的关税，又限制了一些美国和世界的高科技的产品卖到中国，这一定会影响美国上市的跨国企业他们的盈利，当然也会影响中国和香港上市的企业的盈利。那最后一点值得我们担忧的是，今天美国政府所欠的债已经是天文数字，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还要高，是高到了一个极限了。再加上中美关系对立的时候，中国是减少购买美国的国债，而且在许多地方又要去美元化。那到底这个去美元化还有美国的国债会不会对将来金融市场产生震荡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虽然还没有太大，也不容忽视，因为它不是零。那大家听完了七发爸和我的意见之后，你们又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那其实 Rich 和我都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讨论，把利好的和利空的因素展示在大家的面前，集思广益。我一般认为，乐观的投资者长远是有更好的回报的。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帮助你在享受股市的回报同时，也会谨慎做好适当的风险管理。而无论是牛市或者熊市，做一个好的投资者要尽量的减少犯错。我投资了30多年，也教导了股票10多年，观察了许多的投资者在平时做买卖交易的时候犯了许多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把本来应该赚钱的股票投资变成了输钱了。有句话叫10个散户9个输，还有一个是时辰未到。为了帮助大家尽量的输少一点钱，改善大家的投资，我准备了一个65分钟的精华课，总结了一般投资者犯的10个致命的错误。这也是10倍股投资秘籍的第一课，本来是要收钱的，现在是限时免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记得在资讯栏了解更多。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启发的话，欢迎点赞，也欢迎大家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喽。